半夏呀，你爹这苏记包子铺算是彻底毁在你手里喽！好好的白面馒头你不蒸，偏要切成2半搁铁板上烤，还把鸡肉裹上这黄泥巴一样的东西下油锅，这黑乎乎的能吃不？就是啊，你瞅瞅案板上那块又黄又黏的胶，闻着一股酸馊味儿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苏丫头，你就算欠了债，也不能破罐子破摔，搁这熬毒药啊！王大妈、李大爷，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这叫黄金脆皮炸鸡，那块黄色的叫灵魂爆浆芝士，这可是能治愈一切人间疾苦的美味。苏半夏，别搁这装神弄鬼，欠我们钱爷的20两银子，今天要是再不还，这破铺子老子就收走了，拿去改成茅房都比你这卖毒药强。赵虎，急什么？没看到本姑娘正在出新品吗？这叫双层爆汁芝士炸鸡堡。你们没吃过是没见识，等会儿有你排队求我的时候。我求你，老子今天就是饿死了东街桥头上跳进护城河里，也不吃你一口烂肉。这什么破面饼夹烂肉，狗都不吃！兄弟们，给我砸！放肆！当街喧哗，惊扰了主子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放肆！当街喧哗，惊扰了主子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大人饶命！小人只是在收债，这丫头在当街炸臭肉，熏着了大人。又开始了。胃里像灌了铅，3天了，什么都咽不下去。太医说我这是心病，可心病真的能饿死人吗？宣影，外面是什么味道？主子，是个不知死活的野丫头在炸变质的鸡肉，还夹在烤焦的馒头片里。属下这就去把她摊子掀了，免得污了主子的眼。等等，这粗鄙之物叫什么？这气派，这料子，这排场，绝对的大肥羊！客官好眼光，这叫双层爆汁芝士炸鸡堡，外酥里嫩，一口爆汁。我看客官面色发白，肯定是饿坏了。来一个，50文，谢绝还价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！这叫双层爆汁芝士炸鸡堡，外酥里嫩，一口爆汁。我看客官面色发白，肯定是饿坏了。来一个，50文，谢绝还价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！拿来，本王我要试毒。这是什么？这面饼烤得酥软，鸡肉的外壳像春雷一样在嘴里炸开，里面的汁水却完全锁住了，滚烫鲜甜。还有这奇怪的黄椒，浓郁的奶香和咸香混在一起，它居然在拉丝，油脂的满足感直直冲上来，没有恶心，没有防备，只想大口大口的吞下去。这就是饿疯了之后吃到食物的感觉吗？刚才是谁说这面饼狗都不吃的？大人饶命！小人有眼无珠，小人胡说八道，小人才是狗，小人连狗都不如。玄影，这人太吵了，扔进护城河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是。苏掌柜，从今天起，你这摊位本王照了。苏掌柜，从今天起，你这摊位本王照了。每天按这规格给本府送10份，少一层肉，拿你试问。好嘞，大老板，您真识货！咱们明天不仅有炸鸡，还要上新快乐肥宅黑水和黄金土豆条套餐哦，记得赶早啊，老板。半夏，那什么宝，给大妈也来一个尝尝。好嘞，50文一个，先付钱后拿货。玄影大人，王爷他老人家已经连着3天吃啥吐啥了，这血燕粥再不喝，太医院那边怕是又要下病危的折子了呀！这可是江南进贡的极品，一点油星子都没沾，王爷看了定能舒心。李御厨，别费劲了，主子今天早上吩咐了，任何人不得送膳，他在等外卖。外卖？何谓外卖？难道是宫里御膳房新出的绝活？主子，东街苏记的10份双层爆汁芝士炸鸡堡送到了，还热乎着。王爷不可啊！这食盒上全是粗劣的黄油印子，闻着一股子市井的腥膻味儿，这等东西怎能入您的口？那纸包里包的到底是什么？那纸包里包的到底是什么？聒噪，退下。还是这个味道，高温炸透的面部锁住了鲜嫩的鸡肉，牙齿数破脆壳的瞬间，滚烫的肉汁混着鲜香拉丝的芝士在口腔里炸开。没有摆盘的虚伪，没有雕琢的做作，只有碳水和脂肪最原始的结合，不恶心，一点都不会，反而想大口大口的吞下去，把这些甜空空的胃全都填满。老夫学厨30年，雕得出九龙戏珠，熬得出无水清汤，竟然输给了一块裹着面糊的炸鸡。王爷，那到底是什么神仙做法，竟能让您破了这厌食之症？神仙做法？那丫头说这叫快乐老家。玄影，传令下去，王府膳房除了烧热水，以后不用开火了。本王的1日3餐全由东街苏记承担。是，主子，苏姑娘还让属下带句话，说她今天在研发新品，叫什么快乐肥宅黑水，说是配着炸鸡堡吃，神仙都不换。问您明天要不要加单？肥宅黑水，好大的口气！明天给他加100两银子。
本王倒要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样。给我来个摄政王同款的面饼夹肉，不对，叫炸鸡堡。我也要50文，就50文，吃一口沾沾王爷的霸气。别挤别挤，排队交钱。今日限量50个，先到先得啊！你看看那死丫头锅里煮的是什么？黑漆漆的，还直冒白泡，这分明就是剧毒混合了毒哈的汁水。掌柜的，可是昨天摄政王吃了他家的东西都没事啊！愚蠢！炸鸡没毒，不代表这锅黑水没。你看这满大街的人，谁见过这种冒着毒泡的黑水？他苏半侠抢了我聚仙楼的生意，今天我就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走，去顺天府报官，就说苏记早点铺当街熬制毒药，意图谋害全城百姓。我这次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完美，这焦糖色，这气泡感，等下午放进冰窖里镇一下，一口下去打个响嗝，还不把那个冰山王爷爽翻天？大胆刁民苏半夏，有人举报你当街熬煮毒药，图谋不轨，人赃并获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抓我？大人，抓我之前要不要先打听打听，我这锅毒药是给哪位爷熬的？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！聚仙楼钱掌柜状告你当街熬煮毒药，意图谋害百姓，你可知罪？青天大老爷呀，你看看这水黑如浓墨，无人烧火它便自己翻滚冒泡，这分明是用了什么阴毒的邪术。草民的聚仙楼就在他摊位对面，草民是怕全城被百姓被这妖女毒害才拼死报官的。我的亲娘嘞，那水真的自己在吐白泡泡，这要是喝一口，肠子不得烂穿了啊！主座，用银针验毒。回大人，银针并未发黑，此物似乎无毒。我都说了，这不是毒药，这是快乐肥宅黑水，是用焦糖和香料熬的。那气泡是为了增加口感加的食用碱。你们这些人真是不懂欣赏。大人不可听信他的一面之词，有些罕见的蛊毒，银针是试不出来的。此女行事诡异，做出来的东西连狗都不吃，绝对没安好心。求大人先重责30大板，她自然就招了。大胆刁民，巧言厉色，来人，大刑伺候！下官顺天府尹参见摄政王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岁。本王不过是晚起了1个时辰，本王的专属厨娘，怎么就被押到这公堂之上当犯人审了？专属厨娘？王爷您可算来了，您昨天不是说想尝尝鲜吗？我今天特意大清早起来给您熬这锅快乐肥宅黑水，还配了刚炸出来的黄金土豆条。结果这个人非说我熬的是毒药，还要打我30大板呢。这黑水可是配炸鸡的灵魂啊！您再不来，这锅黑水就要被他们当毒药泼了。哦，快乐肥宅黑水，王爷明鉴啊，草民万万不敢诬陷。您看那水黑漆漆的，还冒白泡，这绝对不是人喝的东西啊！王爷千金之躯，千万不能被这妖女蒙骗。这女人做的东西从来都不按常理，但就是这份不按常理，偏偏能绕过我心里那道墙。既然炸鸡堡可以，这黑水或许也可以。玄影，省1碗过来。主子，王爷万万不可呀！这是什么感觉？冰凉的液体里藏着无数细密的气泡，在舌尖上疯狂炸开跳跃，像是有1000根细小的针在轻轻刺着味蕾。紧接着，一股浓郁的霸道的甜香，混合着焦糖的微苦，如海啸般席卷了整个口腔，顺着喉管一路冲下去。胃里那种常年不散的灼烧感瞬间浇灭了。这不是喝水，这是在喝火焰和冰块的混合物。不，这是纯粹的，完全没有防备心的快乐。好一个肥宅快乐黑水！这气泡如同万千冰针冲刷腹脏，甜而不腻，凉透心息。苏掌柜，此物甚妙。王爷喝了快乐水，
怎么能不配黄金土豆条呢？您尝尝这个，蘸着这红色的番茄酱吃，酸甜解腻，回味无穷。苏掌柜，这套搭配叫什么名堂？这叫快乐套餐，炸鸡堡配可乐配薯条，3件套齐活，快乐加倍。钱掌柜，本王喝了这毒药，吃了这蛊毒，现在还好端端坐在这里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草民知罪，草民是嫉妒苏记的生意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求王爷饶命，求王爷饶命啊！顺天府尹，下官在。钱掌柜诬告本王的专属厨娘，其心可诛。另外，玄影方才来报，聚仙楼后厨长期使用发臭的死猪肉，期满10克，罪加一等。你知道该怎么判了吧？来人，把这黑心肝的钱掌柜拉下去，重责50大牢，打入大牢候审。王爷饶命，苏姑娘饶命，草民再也不敢了。活该！聚仙楼的东西又贵又难吃，原来用的是臭肉。苏姑娘才是真神仙手艺，连摄政王都爱吃她做的东西。苏姑娘，你这快乐套餐什么时候开卖呀？我们也想尝尝。苏半夏，你受惊了。今日这公堂之上，所有的衙役和看客都辛苦了。玄影，拿500两银票给苏掌柜。苏记今日的炸鸡黑水套餐，本王全包了，赏赐给顺天府上下。多谢榜一大哥，不，多谢王爷恩典。北京炸鸡公堂限定版马上出锅。谢王爷赏赐，谢苏掌柜美食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总以为这世间万物不是有毒就是有刺，偏偏他端出来的东西每一样都不像话，却每一样都能让我安心。这算什么？是他的手艺特别，还是他这个人特别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汴京炸鸡今日盛大开业，全场套餐买1送1，重磅推出特别活动，今日进店消费满100文，免费抽取限量盲木雕小玩具1个，集齐5款神兽盲盒，直接兑换至尊全家桶1份。2楼设立 VIP 雅座，充值500两即可成为黑金会员，享受免排队、专属包间服务。给我来2份双层爆汁芝士堡，我要抽盲盒。我儿子就差一个麒麟木条了。别急，我的快乐肥宅水被你挤洒了。掌柜的，给我充500两，老子不想在下面闻味排队了，我要上2楼 VIP。李哥，楼上 VIP 贵客优先出餐。天哪，是新科状元裴郎！裴大人怎么来这种烟火气重的地方了？快让开！这京城里的贵女我见得多了，无一不是扭捏作态、端庄刻板。眼前这个满身油烟味的姑娘，却像一团热烈燃烧的火焰，有趣，实在有趣。小生裴云之，这厢有礼了。听闻苏姑娘的炸鸡乃京城一绝，连王爷都赞不绝口。不知小生今日可有幸尝尝姑娘亲手做的鸡？状元郎是吧？幸会，亲手做没问题，晨会50文。另外，您要是想要签名或者题诗，咱们得按联名款收费加钱。50文太俗了，呵呵，这块和田玉佩全当小生的饭钱。若是姑娘不嫌弃，小生愿在2楼雅间与姑娘共赏美食，探讨这肥宅快乐水的奥秘。以后小生的3餐，不如都由姑娘亲手送去府上，如何？和田玉，这东西转手一卖，少说也值几百两。这家伙比王爷还阔气啊！不拿白不拿。状元郎看来是翰林院的差事太清闲了，居然有空在这里用玉佩调戏良家妇女。微臣参见摄政王殿下，微臣绝对没有轻薄之意，只是单纯仰慕苏姑娘的厨艺。仰慕厨艺，需要亲手送饭。拿着你的破石头滚！本王的专属厨娘，你也配指使？怎么？本王给你的那500两银票不够花，一块破玉佩就让你乐成这样，还想去给他亲手送饭？王爷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？那小白脸能跟您比吗？您可是我这燕京炸鸡的顶级黑金 VIP， 是我最尊贵的榜一大哥，他吃的那都是大锅饭，您吃的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专属定制款。专属定制？如果还是那些凡夫俗子吃的东西，本王今天就砸了你这店。绝对不是。您去2楼天字1号房稍坐，我马上给您呈上汴京炸鸡隐藏菜单：变态辣双层爆浆牛肉堡。
王爷，这牛肉饼我用了极致煎法，把所有的肉汁都锁在里面了。但最关键的是，我在这个汉堡里加了从西域商人那里淘来的魔鬼辣子面，这可是能让人灵魂出窍的变态辣。除了您这种真男人，京城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敢吃。好辣，好痛，但是好爽！这种感觉比任何温吞的美食都更强烈，胃里像着了火。可是这股火在烧掉那些陈年的枷锁，原来我还活着，我的身体还能产生这么剧烈的反应。不过如此，味道尚可。王爷神勇，不过这变态辣后劲儿大，您喝口这个压压惊。这是我用鲜牛奶加上冰块和一点点糖调制的冰镇甜牛奶，最是解辣。王爷，杯子。果然解辣，很甜。那王爷您慢用，我去楼下看看火。新科状元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，这丫头只能是本王的。谁想抢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个脑袋。岂有此理！那个一身铜气味的市井村姑，凭什么能让摄政王殿下天天往他那破店里跑？殿下连我爹举办的寿宴都不去，居然去吃什么面饼夹烂肉！小姐息怒，奴婢听说那苏半夏粗鄙得很，整天在油锅前抛头露面，哪里比上小姐您温婉端庄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？殿下不过是一时图个新鲜罢了。新鲜！我今天就让他这生意做不下去。传我的话，今日的赏花诗会，凡是受邀的京城名媛，谁若是敢沾染那汴京炸鸡一口，沾染那种下等人的污秽之物，便是与我林婉儿作对，以后休想再踏入京城贵女圈半步。掌柜的，您还笑得出来？那些千金小姐可是京城的风向标，他们这一抵制，好多原本想来尝鲜的大户人家女伴都嫌弃咱们这儿掉价，不敢派丫鬟来买东西了。慌什么？女人最懂女人，她们不是嫌弃炸鸡拿着吃不厌观，包桌不够高大上吗？今天我就给他们上一课，什么叫做高端下午茶的降维打击。完美，伙计，去把我定制的那些洛神食盒拿来，传出风去，汴京炸鸡推出贵女特供洛神盲盒下午茶套餐，每日限量50份，凭拜帖实名购买，送货上门，包装绝对保密。我去更衣，你们来不来？快！我让丫鬟排了一早上才抢到的洛神盲盒，听说那苏掌柜出了新品。天哪，好香！这是什么神仙糕点？别说话了，趁李小千没发现，赶紧吃。太好吃了，这奶香味比御赐的牛乳羹还要浓郁100倍。这外皮是怎么做到这么酥的？这鸡米花也好绝，不用吐骨头，一口一个。快看，我的盲盒里抽到了隐藏款的九尾狐，好可爱啊！配着这个叫奶茶的甜水，咦，里面居然还有黑色的 QQ 弹弹的丸子！我的老天爷，我以前活的10几年简直是在吃糠咽菜！什么味道？是谁在偷吃那污秽之物？赵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身为名门闺秀，竟然背着我偷偷吃这种下贱的东西！你们是不是想被赶出京城名媛群？林姐姐，我们吃什么关你什么事？这洛神下午茶包装精美，用料讲究，哪里下贱了？倒是你，天天拿个名媛圈的架子压人，这破诗会还不如去苏掌柜店里抽盲盒来的痛快。把这些垃圾统统给我扔进池塘里，简直污了尚书府的地！本王倒要看看，谁敢动他的东西。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婉儿正举办诗会呢。这些姐妹不懂事，带了些市井的粗陋食物进来，熏着殿下了吧？粗陋食物，林千金怕是眼睛有疾。苏掌柜亲手做的蛋挞与炸鸡，连当今太后都夸赞过，你居然说她下贱！殿下，您被那个女人迷了心智吗？那不过就是一堆烂肉和面糊。
己也在偷偷吃啊，还骂我们，真是贼喊捉贼。不是的，殿下，这是丫鬟自己买的，我一口都没吃。哦，这就是林笑云口中恶心至极、绝不沾染的下贱之物。看来尚书府的家教就是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林尚书教女无方，从明日起，这尚书府本王看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京城风光。玄影，给本王回府。苏长官今日特意给本王留了变态辣鸡腿，凉了口感就不好了。是，主子。走，趁宵禁前，赶紧去苏掌柜店里抽今天的最后一批盲盒。听说今晚还有新到的蒜香烤翅。高端下午茶的降维打击首战告得，下一个新品该轮到谁了？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咱们订好的200只火鸡，还有那些生菜、土豆，今天全都没送来。城西的供应商说，他们所有的货都被洲际商行以3倍的价格截胡了。洲际商行，那个专门给尚书府和几位亲王府供货的皇商。苏掌柜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呦，这大冷天的，店里怎么连一点油烟味都没有啊？该不会是没米下锅了吧？什么？没鸡了？那我这大雪天排了1个时辰的队是为了啥？掌柜的，哪怕没有炸鸡，来杯热乎的珍珠奶茶也行啊！奶茶，实不相瞒，全京城的牛乳、木薯粉乃至1根葱、1块姜都被我洲际商行包圆了。苏半夏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今天这大雪就是你的催命符，我看你拿什么做生意？你就等着关门大吉，沿街乞讨去吧！周老板，你花3倍价钱囤那些生鲜，就不怕这大雪天冻烂在仓库里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吃鸡，那全让给你好了。反正这大雪天的，吃炸鸡早就过时了。死鸭子嘴硬，没肉没菜，我看你今天拿什么喂饱外面这些饿死鬼！阿福，去地下冰窖，把咱们上个月囤的那些下脚料，还有我昨天刚组装好的秘密文器搬出来。苏掌柜，您这是要给我们吃风干的树皮和下水吗？这大冷天的，连个炭火都没有，生吃下水不得拉肚子拉死啊！苏半夏，你真是穷疯了，拿这些猪狗都不吃的风干下水来糊弄人，而且你这连个灶台都不生，你是打算让他们啃冰块吗？没见识的土包子们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叫冰雪特供自热麻辣小火锅。你用冷水煮饭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有妖术，他会使妖术，没有火，水怎么会自己沸腾？少见多怪，这叫石灰遇水沸腾生热的原理。说了你们也不懂，大家只需要知道它能把水烧开就行了。我的娘亲啊，这味道绝了！隔着10步远我都觉得浑身冒汗。掌柜的，这不用生火就能吃的什么火锅？给我来1份，多少钱我都买。我也要，我要辣死我！大雪天特供暖身抗寒神器，1份只要80文，拿着就能走，边走边吃，暖手又暖胃。阿福，接客！我花3倍价钱囤的那些鸡完了。早朝上接到密报，那帮老狐狸暗中买断了全城的生鲜营，想借这场大雪封住他的店。他一个姑娘家，在京城无依无靠，面对这种局面，能撑得住吗？苏掌柜，好雅兴。本王以为你没米下锅，正在哭鼻子，没想到你却在这里吃独食。王爷，您怎么冒着这么大的雪来了？快坐快坐！谁说我没米下锅的？我这可是刚刚研发出来的抗寒神器。王爷，这叫自热牛油麻辣烫，不用炭火，随时随地吃口热乎的。您快尝尝，驱寒气。又是这样，每次遇到绝技，她都不哭不闹，反而能变出让人目瞪口呆的新花样。这个女人不需要我保护，她自己就是一团浇不灭的火。王爷，苏半夏，若是有一天这世上没有了你做的这些东西，本王该如何自处？那我就给王爷做1辈子的饭呗，只要王爷按时结账，不删账就行。结账？本王打算用整个摄政王府和这天下最尊贵的位置来结苏半夏，你敢收吗？完了，榜一大哥这是要跟我奔现了，而且是直接跳过恋爱环节，一步到位的那种。怎么办？这个自热火锅的配方还没跟他报成本价呢，以后结了家他还用付钱吗？不付钱的话，我这账怎么平？不急，本王有的是时间，等你算清这笔账。端走，哀家不吃这些。王爷，太后娘娘7日未进米水，依老臣看，这都是因为王爷您平时杀父太重，戾气冲撞了太后的凤体呀。
王爷若是有孝心，就该交出兵权，去大相国寺为太后持斋念佛3年，以平天怒。请王爷交出兵权，以太后凤体为重。林尚书，你真以为本王不敢在这除夕夜拿你的血来给太后冲洗吗？王爷就算杀了老臣，也救不了太后的命。所有人都束手无策，太后这分明是……闭上你的嘴！备马，去东街北京炸鸡，把那个女人给本王接进宫来，快！是。上一秒我还在柜台后面算账，下一秒就塞进马车，一路狂飙进了皇宫。这个除夕夜的发展方向也太离谱了吧！所有人全部退下，从现在起，御膳王由苏半虾接，他要什么你们给什么。若是太后今晚再吃不下一口饭，你们所有人都不用活过这个除夕了。王爷万万不可啊！太后千金之躯，怎能吃这种市井厨娘做的粗陋之物？太后现在脾胃虚弱，太医嘱咐了，只能吃清淡的流食，切忌油腻辛辣呀。清淡流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太后本来就没胃口，嘴里发苦，你们还天天给她喝那些寡淡无味跟白开水一样的破汤，她能吃得下才怪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这是要害死太后！玄影，这个太腥，这个太腻，这个没味道，不行不行都不行。今天本掌柜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胃口发动机。菠萝咕噜肉和芋泥波波奶茶。他居然裹面粉！太后脾胃虚弱，怎么能吃油炸之物？完了，今晚我们都要交代了。疯了！放那么多糖和醋，这味道，太后闻了肯定会吐的。这就是美拉德反应的终极奥义：焦糖的微苦锁住醋的酸，果香的清甜拖住油脂的醇。这种复合香气，没有人能拒绝。出锅！大胆！你竟敢给太后吃这种色泽俗艳、气味冲鼻的粗陋之物！太后的胃病若是加重，王爷你担待得起吗？王爷，此物重油重糖，又酸又甜，太后虚不受补，绝对吃不得呀！这简直是火上浇油。母后，儿臣寻到了世间最能开胃的吃食，您若是连这也吃不下，儿臣便陪您一起饿死在这慈宁宫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没有苦涩的药味，没有寡淡的肉腥，这个酸像小时候吃的青杏，尖锐又鲜落，一下子就把嘴里的苦味冲掉了。还有这个甜，暖洋洋的，不腻人。哀家居然觉得饿了。允儿，这是什么？给哀家尝尝。太后，不可啊！好吃。这酸甜之味竟如此解腻开胃，允儿，哀家还要。太后娘娘，光吃肉容易干，您配着这杯芋泥波波奶茶喝，牛乳养胃，芋泥饱腹，最适合您不过了。痛快！哀家这辈子都没吃过如此痛快的一顿饭。允儿，这手艺绝顶的丫头是谁？回母后。他就是东街扁京炸鸡的掌柜苏半夏，也是刚才林尚书口中意图谋害您的刁妇。林尚书，哀家看你是老糊涂了。苏丫头做的这等美味，你竟敢污蔑是粗劣之物！你刚才不仅诅咒哀家，还想借机夺哀家皇儿的兵权。太后饶命，王爷饶命啊！老臣是一时糊涂，老臣再也不敢了。来人，剥去林正渊的朝服，打入大理寺天牢，择日候诊。好丫头，从今往后你就是哀家的救命恩人，这皇宫你横着走。锦儿，这丫头哀家看上了，你若是不能把她娶回来做饭，你也别来见哀家了。完了！之前榜一大哥说的是用整个摄政王府结账，我还在算那笔账划不划算呢。现在连大哥的妈都直接跳过下聘，直接跳到赐婚了。而且听这语气，我要是拒绝，不光是嫁不嫁的问题，可能连脑袋不保。这可恶的封建社会真是太刺激了。苏掌柜，这笔账看来不用等你慢慢算了。太后金口玉言，你想赖也赖不掉。不行，效率太低了。
这么冷的天，让人排1-2个时辰，客户体验极差，而且堂食座位就这么几十个，翻台率已经到了天花板。掌柜的，咱们这生意已经是全京城独一份了，您还有啥不满意的？堂食有极限，但外卖没有。阿福，去城南的贫民窟和各大车马行，给我招募200个跑得快、认路熟的年轻小伙子。再去找全城的木匠，按这个图纸打制200个保温外卖箱，保证热食放进去半个时辰不凉。咱们要搞大渊朝第1支专属配送团队——黄道鼠外卖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尚书府的豪华双人套餐到了，保证送到手还是烫的。李府的3杯珍珠奶茶，差评要扣工钱的，麻烦借过。又是苏掌柜搞出来的新花样，不用出门就能吃到炸鸡。可不是嘛！听说宫里太后每天都要让这些人送到神武门外，再由太监接力送进慈宁宫呢。主子，最近京城风向有变，城西新开了一家名为闲云阁的酒楼。原本那些权贵都被苏姑娘的炸鸡吸引，但这几日他们却疯狂涌向闲云阁。哦，闲云阁有什么绝世美味能抢走他的生意？据查，闲云阁推出了一道名为神仙汤的菜，此汤清澈见底，闻起来有一股奇异的异香。凡是喝过这汤的人，第1天只觉得鲜美异常，但到了第3天、第4天，若是喝不到，便会浑身发痒，精神萎靡。属下亲眼看到有食客为了喝一碗汤，当掉了祖传的玉佩。这听起来不像是吃饭，倒像是上瘾。气死我了！王爷，您管不管这京城的食品安全了？城西那家闲云阁完全是不讲武德，居然搞恶性竞争。本王刚刚正在听玄影汇报，怎么，这神仙汤抢了你的生意？抢生意我认，公平竞争嘛，技不如人活该认输。但我今天让外卖小哥乔装打扮去买了1罐回来，本想研究一下对手的配方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根本不是什么厨艺，这汤里加了一种高浓度的西域香料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提纯过的某种粒子，混合了极其微量的汁液。为了拉客，居然在汤里下这种东西，这帮人疯了吧？王爷，你怎么了？这味道确实难闻，你别凑太近，我这就盖上。别碰它！这个味道20年了，就是这个甜腻到骨头里的香气。那盘芙蓉糕端上来的时候，母妃脸上还挂着笑，贴身嬷嬷只咬了一口，便倒在我脚下，眼睛还睁着，直直地看着我。如果不是母妃拼死打翻了盘子，如果不是太医灌了我1整碗催吐的药，20年了，本王找了这味道整整20年。王爷，难道这就是当年害你得厌食症、毒杀你身边人的那种药？玄影，属下在。查，给本王查清楚，这背后的东家到底是谁？哪怕把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人给本王揪出来。主子，属下之前已经探查到一丝线索，闲云阁明面上的掌柜只是个傀儡，其背后的资金流水最终都流向了城郊的瑞亲王府别院。瑞亲王？瑞亲王是谁？是先帝的亲弟弟，也是主子的亲叔叔。此人自幼体弱多病，常年坐在轮椅上，深居简出，是个有名的富贵闲人。主子年幼时，他还曾多次进宫送过药材。好一个富贵闲人，好一个体弱多病的好皇叔！当年所有人都在查后宫争宠，查各位皇子的夺嫡之争，唯独没有人去查这个与世无争的病秧子。原来危险一直都落在角落，等着本王自己送上去。王爷，这味道确实犯恶心，您多嚼2口炸鸡，把那股味道盖过去。不就是一个躲在暗处玩阴招的吗？他以为在汤里下药就能垄断餐饮，就能瞒天过海。王爷，朝堂上的事我不懂，但这餐饮界的下三滥手段，本掌柜今天教他怎么做人。这锅神仙汤里的成分，我分分钟给他拆得明明白白，定要他身败名裂。好，伤掌归你，他的命归本王。别急别急，神仙汤今日限量500罐，50两银子1罐。喝了这汤，赛过活神仙。对面那个卖茶几的黄毛丫头，拿什么跟我们比？我要10罐，我出100两。各位京城的父老乡亲们，别急着，都往我这儿看。
今天本掌柜不卖炸鸡，免费给各位变个戏法，戏法的名字就叫神仙汤里现原形。苏半夏，你生意做不过我们，就开始当街耍无赖了是吧？各位客官别理他，这丫头就是嫉妒咱们神仙汤的美味。就是，苏掌柜，您的炸鸡确实好吃，但比起这神仙汤，还是差远了。各位，这汤有多好喝，我说了不算。咱们让这只斗鸡动尝尝。阿福，上道具。这神仙汤看着清澈，闻着奇香，但其实里面熬煮了一种毒花。这种毒，银针试不出来，但科学可以。科学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们花50两银子买的神仙药，这不过是被提纯出来的慢性毒汁。喝了它，你的骨头会发酥，3天不喝就浑身发痒。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，是因为你已经被毒瘾拴住了。不信，请看。毒药，这是毒药！我居然喝了这种东西，喝了整整5天！我的老天爷啊！来人，关门，快关门！卖毒药，卖到本王的眼皮子底下了。好大的胆子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草民只是个跑腿的，草民不知道这汤里有毒啊！王爷饶命！我什么都说。不知道，没关系，玄影的招玉能帮你回忆。不过本王今天没那个耐心。这毒花种在哪里？你们的窝点在哪里？说错一个字，你应该清楚后果。在城郊翠微山的温泉别院，那里的后山种满了这种花，都是瑞亲王让我们干的，求王爷给我一个痛快。玄影，把这闲云阁给本王烧了，这个人带回去大刑伺候。是。滴血！杀！烧得好，这种害人的东西就该被彻底清理掉。妖女，受死！找死！你是不是傻？为什么不躲？若是伤了你一根头发，这别院里别想逃脱一个人。王爷，我这不是相信您吗？大腿抱得牢，生命没烦恼。再说了，我刚才可是准备好用我秘制的防骚扰水喷他了，谁先倒霉还不一定呢。满脑子歪理。苏半夏，等本王抓住瑞亲王，本王就用这10里红妆迎你入府，从此这天下你横着走，本王给你兜底。10里红妆，那我要把京城的餐饮铺子全买下来，开大元朝第1家连锁美食城。好，全依你。太后，老臣冤枉啊！昨夜摄政王突然发难，毫无缘由的屠了老臣在翠微山的别院，还放火烧了老臣用来治病续命的药田。老臣一生忠心耿耿，只求苟延残喘。摄政王此举分明是仗着兵权在握，要诛杀宗室，谋朝篡位呀！大胆！金銮宝殿，岂容一介世姓商贾女子擅入？她是我未过门的王妃，谁再敢多指责一句，本王现在就拔了她的舌头。允儿，你就算对皇叔有意见，也不能带兵屠杀同宗啊！那别院里种的都是皇叔治心痛病的药草啊！哼，药草。皇叔这药草不仅能治心痛，还能让人上瘾发狂吧？这10年间，你高价收购草药种子，在翠微山大规模种植，提纯液体，企图控制满朝文武。这账本上进出全都有你的私章，胡说八道！这分明是你伪造账本，故意栽赃陷害老臣。是不是栽赃？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各位大人看清楚了，这种毒不仅能影响人的身体，若是长期服用，便会像这只小白鼠一样。瑞亲王，你敢说这是治病的药草？
你分明是想用这东西把整个京城的权贵都依赖上你。不仅如此，皇叔，20年前母妃宫里那盘芙蓉糕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你嫉妒先帝圣宠母妃，便买通御膳房，用这种奇毒暗害母妃，害得本王患上厌食之症，整整20年。瑞亲王，灵儿所言可是真的？江山原本就该是我的，我论才华，论谋略，哪一点比先帝差？就因为我是庶出。既然事情败露，那今天你们全都要给本王陪葬！护驾，快护驾！捂上眼睛别看，太吓人，会影响你做炸鸡。不可能！你明明体弱多病。体弱多病，那不过是本王的伪装罢了。如今本王胃口好，顿顿能吃2个爆浆牛肉堡，力气自然大。就是，我们王爷现在可是汴京炸鸡顶级黑金 VIP， 天天吃高蛋白。你个吃毒药的老头拿什么打？瑞亲王谋朝篡位，毒害宗室，罪无可恕。传哀家懿旨，将瑞亲王及其党羽全部打入天牢，按律严惩，以儆效尤。皇叔神勇，此次评判，皇叔居功至伟。不知皇叔想要什么赏赐？叔叔，你立了大功，我会给你立个碑的。臣萧雨，别无所求，只求太后赐婚，将苏半霞许配给臣为正妃。另外，臣还要那条10里的长街地契作为聘礼，送给臣的未婚妻开铺子。准了，哀家不仅赐婚，那10里长街，哀家再添上10万两黄金的嫁妆，给苏丫头开全京城最大的连锁美食城。以后哀家的下午茶盲盒必须终身免费。发财了，王爷，榜一大哥，你真是我的神！10里长街，10万两黄金，汴京美食城，奶茶、甜品、炸鸡、火锅、烤肉，我全都要搞起来！我要把汴京炸鸡开遍大院。天下归你，你归我。1号通道的马车往前走，不要加塞。宰相大人，您的 VIP 黑金卡余额不足了，请前面窗口右转充值。中原人就是孱弱，哼，连吃的都是天天清汤寡水蒸点心。等本使臣面见了大元皇帝，定要让他们见识让我们北蛮的烤全羊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大口吃肉的真男人。将军说的对，中原的食物狗都不吃。前面是怎么回事？本将军可是北蛮使臣，这帮中原人竟敢挡本将军的道！去，把他们给我赶开！将军，赶不走啊！前面排队的全是大元朝1、2品大员的马车，连当朝宰相的轿子都在里面挤着呢，好像都在排队买什么茶鸡。茶鸡？堂堂一国宰相为了吃个茶鸡在大街上排队，本将军倒要看看是什么能让他们连体面都不要了。那边的北蛮使团说的就是你，别乱闯，那是得来最单行道。2号车主，您点的双层巨无霸孜然烤肉堡，外加冰镇超大杯可乐好啦，请往前一个窗口取餐。给本将军也来一份那个什么大汉堡，本将军有的是金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将军，本店德莱普通道必须乘坐马车才能点餐，您骑马的去那边排堂时区的队，估计也就排个3个时辰吧。3个时辰？老子现在就要吃！这个够不够换10个那个什么肉饼？大元朝的规矩，本王的未婚妻说了算。你若是不想排队，本王现在就送你回草原，或者送你下地狱。摄政王萧允，将军，这位摄政王刚处理了一个亲王的满门，咱们惹不起啊！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，小王是太饿了，不懂规矩，小王这就去排队。看在你是外宾的份上，阿福破例给他来个迎宾全家桶，让他见识见识咱们中原的硬菜。好嘞，掌柜的。这是什么？
外壳怎么会这么脆？里面的汁水怎么会这么多？还有这个香料是孜然，但为什么比我烤了一辈子的羊肉还要香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我以前在草原上吃的都是些什么呀？这黑水喝下去简直神清气爽。蛮子就是没见过世面。王爷，王妃娘娘，小王愿意用北蛮1万匹战马换您这个肉饼的秘方。想换你的秘方，真是做梦。就是1万匹马算什么？咱们这美食城今天1天的流水，就能买下他们半个草原。本王的未婚妻自然是天下无双。这是什么？商铺的地契，还是新的菜谱？小财迷，这是记录我们大婚的吉日，就在下个月初8。嫁衣已经在日夜赶制了。半夏，这美食城是你打下的江山，但是本王的命。下个月初8，本王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着本王是如何迎你入府的。好，下个月初8，咱们大婚那天全场消费由摄政王买单。我的老天爷！摄政王娶亲，居然请全城百姓免费吃炸鸡！别挡着我，前面那个摊位还有爆浆芝士堡限量版，去晚了就没了。1号锅的油温注意点，今天全城百姓免费吃炸鸡，但质量不能下降，一定要炸到外酥里嫩。得令。2号烤炉，孜然粉和魔鬼辣子面给我拼命撒！摄政王大喜的日子，必须让大家辣得流眼泪，这才叫喜极而泣。得来速通道今天改成迎亲专列，所有跟教的官员一人发1杯超大杯冰镇焦糖可乐，喝不完不准进王府。这气泡枪的老夫只想打嗝，但别说还挺爽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快乐肥，肥仔黑水。老夫今天不喝到饱，对不起这3年的排队之苦。大愿摄政王威武，炸鸡王妃千岁！前面的人让一让，当着本将军炫饭了。王奶奶，王叔这场婚怕是要载入史册了。那是自然，哀家这10万两黄金的嫁妆花得值。王御史，那块原味试纸鸡是老夫先看到的，你放下！放屁！李尚书，你都吃了5个葡式蛋挞了，还不给老夫留一口？军大人，这自热小火锅还有没有微辣的？诸位大人排好队，后厨还在炸，今日炸鸡管够，可乐无限续杯。玄影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是主子。平日里杀伐果断的摄政王，大婚之夜连应酬都懒得装。果然能让主子放下所有防备的，只有那个满脑子都是算盘和炸鸡的女人。咕咚，那什么，王爷，这大婚的流程太长了，我从早上饿到现在，实在没忍住，就让阿福偷偷给我留了个后门，送了点 VIP 隐藏菜单进来。是很甜。王爷，您在外面应酬肯定也没吃饱了，这是我亲手为您定制的洞房专享版无敌大汉堡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王爷，您不吃汉堡吗？一会儿凉了就不爆汁了。半夏，本王饿了20年，也吃了你几个月的美食，胃病早已痊愈。今夜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这汉堡爆不爆汁，本王不在乎。本王现在只想尝尝你这道世间最独一无二的美味。等，我身上还有炸鸡味。本王就喜欢这个味道。不吃，这清蒸洗鱼一点味道都没有。这燕窝寡淡的像白水，本质子要吃娘亲做的炸鸡排。小祖宗您就吃一口吧，这燕窝是太后娘娘亲自吩咐炖的，用的是上好的血。不听，我就要炸鸡。萧子木，你娘亲昨晚累着了，现在还在睡。萧子木，你又在挑食。父王，我也想吃娘亲做的炸鸡。想都别想，她的专属菜单只有本王能吃，你去吃你的清蒸鳕鱼。父皇骗人！你说我是他最爱的小宝贝，我要告诉太后奶奶你虐待我。随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鳕鱼端上来。小雨，你是不是又欺负我儿子了？我听到他在哭。没有，他在吃炸鸡。